最近刷到广交会上的一幕，真的把小编看破防了。原来真正的科技不冰冷不遥远，不是实验室里的冰冷数据，不是橱窗里的高端展品，而是能把绝望变成希望，能让失去的尊严重新回归的力量。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4月15日的广交会服务机器人专区，现场人多到水泄不通，但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一位来自阿根廷的女子身上。她常年依靠电动轮椅出行，站立和行走都需要别人全程辅助，连自己站起来都成了一种奢望。或许在这之前，她已经接受了一辈子只能坐在轮椅上的命运，连她自己都没想过有一天能重新迈开双腿，脚踏实地。他和同伴来到国产外骨骼机器人的展位，工作人员从他下轮椅的那一刻起就格外小心翼翼地扶着他穿戴外骨骼设备，调整每一个固定卡扣，校准每一处发力点。他们心里清楚，这从来都不是一场简单的技术演示，这关乎一个人的安全，关乎一个人的尊严，关乎一个人对美好生活的所有期待。当设备全部固定好，女子深吸一口气，缓缓尝试着站立。这是她时隔多年第一次不用任何人搀扶，第一次重新感受到双腿传来的沉重力量。身体微微摇晃，像是刚出生学步的孩子，带着一丝胆怯，却又藏着无限的渴望。紧接着，她迈出了第一步，步伐缓慢却坚定有力，每一步都走得格外艰难，却又格外坚定。每一步都牵动着在场每个人的心弦，身边的亲友再也忍不住，当场崩溃大哭。这不是难过的泪水，是压抑了多年的绝望，在这一刻被彻底砸碎的泪水，是看到希望重获新生的泪水。他们冲上前，紧紧抱住女子，一边哭泣一边欢呼，那份激动，小编隔着屏幕都能深深感受到。现场的人群也被这一幕深深打动，不约而同地发出热烈的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有人悄悄抹着眼泪，有人拿出手机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这段视频很快在国内外疯狂刷屏，央视新闻也特意转发了这感人的一幕，数千万网友被打动，留言说这才是科技的意义，原来科技可以这么暖。更让人动容的是，现场还有一位因腿部残疾常年依赖拐杖行走的客商，体验完这款外骨骼设备后，毫不犹豫地扔掉了手中的拐杖，迈开双腿独立行走。那种久违的自由，那种摆脱束缚的轻松，那种被生活夺走又重新找回的尊严，在他脸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可能很多人会好奇，这款能创造奇迹的外骨骼机器人到底来自哪家中国企业？它就是泰熙智能研发生产的腰部柱形外骨骼。或许很多人对它并不熟悉，但它的实力早已得到行业和市场的认可。泰熙智能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全模型动态平衡算法，凭借这项技术，他们致力于研发真正的双足行走外骨骼，核心目的就是增强人类自身的物理技能，帮助行动不便的人重新获得站立行走的能力。目前，泰熙智能的外骨骼产品已经在工业、消防及康复医疗等多个领域实现落地应用，获得了比亚迪消防系统及康复医疗机构等多场景的认可，用实力证明了中国外骨骼的可靠性。不仅如此，泰熙智能还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杭州市雏鹰计划企业等多项资质，背后的核心团队更是实力雄厚。团队成员均毕业于德国开姆尼茨工业大学，有着深厚的技术功底。创始人梁林超目前还在攻读浙江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机械专业博士，既懂技术又懂运营管理，这也为泰熙智能的技术迭代和产品落地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说到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也是让人倍感温暖的。在这之前，外骨骼机器人一直是欧美日的专属。法国的 Wondercraft， 日本的 HL， 技术确实先进，但价格高得离谱。一套康复型外骨骼的价格高达10万到15万美元。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相当于美国一个中产家庭不吃不喝攒2年，印度一个普通工人干一辈子都攒不够。对于绝大多数瘫痪患者来说，这就是橱窗里的奢侈品，看得见摸不着，只能望而却步。
而泰熙智能研发的这款康复型外骨骼打破了欧美日的价格垄断，将价格直接拉到8万到12万人民币，比欧美产品便宜了近10倍。更让人惊喜的是，除了专业康复型，国内还有消费级的外骨骼机器人，比如奥沙智能的产品，价格仅7000多人民币，7000块钱还买不好一部高端手机，却能给行动不便的人换一双能重新站立行走的腿，换一份尊严和希望。当广交会上的感人一幕传开后，泰熙智能也第一时间做出回应。面对那位重新站立的阿根廷女子，泰熙智能明确表示，希望能免费送她一套外骨骼设备，让她能彻底摆脱轮椅的束缚，真正实现自主行走，不用再依赖别人的搀扶，能自由地感受生活的美好。小编觉得这份回应比任何宣传都更有力量。泰熙智能从来不是在单纯卖产品，而是在传递希望，在守护每一个人的尊严。他们用技术打破垄断，用低价传递温暖，用行动诠释科技以人为本的真正含义。那位阿根廷女子的每一步，不仅是她个人的重生，更是中国科技的一次温暖亮相，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蜕变的最好证明。看完广交会上的感人一幕，相信很多人和小编一样，心里满是自豪。其实除了泰熙智能，国内还有很多优秀的外骨骼企业用实力书写着中国创造的传奇。比如成天科技的外骨骼产品已经远销全球近50个国家，累计服务91万人次，不仅拿到了欧盟 CE 认证，还参与了全球外骨骼行业标准的制定，用实力证明了中国外骨骼的技术水平，得到了全球市场的认可。极客科技的外骨骼产品更是卖到了全球70多个国家，覆盖了康复医疗、工业、消防等多个领域，让更多国家的人感受到了中国科技的温暖。2026年初，兵器工业集团的外骨骼机器人在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斩获最高金奖，这不仅是一家企业的荣耀，更是中国外骨骼行业的荣耀，证明了中国外骨骼的技术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正如广交会上一位德国采购商试完之后对着手机说的一段话那样，我来之前以为中国外骨骼是便宜版欧洲货，我错了，这是欧洲货的中级版。这句话就是对中国外骨骼技术最好的认可。另外，更让人自豪的是，中国外骨骼的崛起不仅改变了全球瘫痪患者的命运，还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变革。2026年，中国外骨骼产量预计增长31.3%，这个数据不仅仅是一个行业的增长指标，更是中国向“瘫痪”2个字发起的全面总攻，是中国科技守护人类尊严的决心。外网有很多网友也被中国外骨骼深深打动。一个巴西网友留言说，在我们国家，高科技等于更贵的私立医院账单，但中国人证明了一件事，高科技也可以等于你买得起。一个英国网友的评论被转发了10几万次，真正的文明不是你能毁灭什么，而是你能修复什么，能让瘫痪的人重新站起来，这是文明，能让普通人买得起这种技术，这是更高级的文明。反观美国的外骨骼就显得有些本末倒置了，说起来也挺让人无奈，甚至有点可笑。美国的外骨骼技术其实并不落后，早在上世纪就开始研发，拥有很多核心专利，但他们的研发方向却大多聚焦在军事领域，把外骨骼当成战争工具，用来增强士兵的战斗力，让士兵能携带更重的装备，在复杂地形中快速移动。而美国的民用外骨骼价格则高得离谱，和欧洲、日本一样，一套康复型外骨骼价格高达10万到15万美元，普通人根本买不起。他们的外骨骼从来不是为了普惠大众，不是为了帮助行动不便的人重新站立，而是为了追求利润，为了强化军事力量，把高端科技变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变成了收割穷人的工具。有一位美国退伍军人在社交平台上转发了中国外骨骼的视频，留言说，我兄弟在伊拉克伤了脊椎，他问我这辈子还能不能站起来，我现在可以告诉他能，答案在中国。这条推文获得了几万次转发，几十万点赞，很多美国网友在评论区留言吐槽美国的外骨骼价格太高，普通人根本负担不起。反观中国的外骨骼不仅好用还买得起，这就是差距。在小编看来，美国的外骨骼就像是养在温室里的奢侈品，只供少数人享用，只用来秀肌肉、强化军事；而中国的外骨骼就像是走进寻常百姓家的希望，不追求华丽的噱头，不追求高额的利润，只愿用最实惠的价格、最实用的技术，帮助每一个渴望站立的人重获自由和尊严。
这就是中美外骨骼最本质的差距。美国的科技忙着强化力量，追求利润，而中国的科技忙着传递温暖，守护希望。中国外骨骼能走向全球，能获得全世界的认可，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因为我们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初心，始终相信科技的意义不在于有多高端，而在于能帮助多少人，能给多少人带去希望。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